朋友们，我现在身后呢是祖国大好山河，远处呢还有泸定大桥，看着非常雄伟，对不对？更特别是我面前这条路叫318公路，很多人很向往。没错，我现在位置呢就是川西，一个很多人想自驾来越野的地方。不过这次很特别，我开的呢并不是台传统越野车，而是我身旁这台来自于 iCar 的 V23。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车的成色特别像 iPhone 17 Pro 上那个成色，就特别的亮，也特别好看。不过有点需要注意，就是如果你在大西北越野的时候呢，我建议你最好选这种橙色的车，因为呢它很方便，你在野外万一发生危险需要人家救援的时候呢，人家救援车能马上看到你。不过更特别是，来看这儿，看到没有？这个 S 很重要，因为这辆车呢并不是普通的 V23，而是 V23S 4驱性能版。那相比于25款车型来说呢，这一次的4驱性能版 S 版，它的马力多了1倍还要多，来到455匹。给大家一个概念啊，就另一款方头的车型叫做 G500，那台车呢比它马力还要再小一点。不过开这样一台车，我觉得两个问题你们肯定要问了。第一个问题，这台车续航表现到底怎么样？毕竟在这种地方充电桩呢其实还不是很完善。第二个问题，这辆车虽然是看着很硬派，但是它的越野性能到底怎样呢？那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们接下来2天行程带你们来探秘一下。那我们现在出发。当然，这台车之前很多人吐槽它的电耗确实有点高，续航呢有点虚。哎，今天我们正好开段长途，所以我们看一下，现在出发电量呢是95%啊，看这边。然后呢，表显478，但是动态续航呢现在是377公里。今天差不多要开个200-300公里吧，所以我们到时候看一下这台车它实际续航到底怎样。另外呢 ，V23其实有个问题，很多车主都会吐槽到，就它整个高速的隔音表现呢确实一般，特别是整个前挡的风噪声呢有点大。毕竟呢，对吧？方盒的造型加上它整个定价，隔音表现不好，其实大家也能接受吧。但是iCar 这个品牌特别听劝，这一次新款呢，它特别在前挡增加了一个静音玻璃，所以我们都要感受一下它的高速隔音表现到底怎么样。大家感觉怎么样？真的，在川西的山路上开车，真的是一种享受。看下面。哇，这种山景太美了！我们现在海拔呢，差不多是在2500米，然后呢，我们最终会上到3600米的牛背山，整段呢就是条山路。当然，这种山路在川西太常见了。那这台车在山路上表现呢，哎，简单感受一下，你看，来过个弯，赶上这辆车的一个侧倾，来重心转移，其实还好哎。就我不用很用力的去把我整个人的身体给回正，因为据说新款车型呢，它整个弹簧磅数呢拉高了非常多。因为老款车型可能大家会说这辆车做的太软，所以新款车型呢改进了这一点。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回头弯，非常的舒适啊，对吧？那之前在高原地区呢，基本上开的都是自吸车和涡轮车，那些车型呢，对吧？自吸车根本没法开，油门踩上去跟踩棉花一样，根本没动。涡轮车稍微好一点。不过呢，你跟这种带电机的车型比，真的没法比。电机在高原上动力完全不会受到衰减。你看，我现在一脚电门下去，我去，哇，整个车动力哇，太平顺，太爽了。朋友们，开着开着，突然间不知道往哪开了。但是在川西呢，就有很多这样的路。路在哪儿？导航显示，因为这段路塌了，所以往这儿开。但是我的路在哪儿？这不叫地理吗？最后还是找到了，就是有点窄。第一天行程结束了，一共跑了181公里，然后现在表显能耗是21，这个能耗看着有点高，对吧？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辆车还剩多少电，还剩30%，然后呢，动态续航104。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呢，我记得差不多380吧，所以呢，对吧？大家算一下掉了多少公里。但是呢，今天路况真的很复杂，有个爬山的过程，然后呢，另外还有像高速路段，然后呢还有停车拍摄，所以整个能耗呢比较高。那明天呢，这台车晚上应该会在这充满，然后明天看一下下山之后它的电耗会达到多少。The next day。第二天我们接着看续航，现在车辆呢电池充到80%，然后呢表显续航294公里，今天里程差不多150公里左右吧。那我们今天结束之后再看这辆车它表显能耗到底会多少，而且今天主要都是下山的路啊。当然，这辆车呢也是有高速的领航辅助驾驶的。那这2天在整个川西地区开来开去呢，其实很多路段都是高速，包括很多朋友对吧，来这种川西玩或者大西北玩的时候，其实最无聊的路段就是赶路，跑这些高速，是不是？
当然，如果你有套辅助驾驶之后呢，这段路呢你就会轻松很多。这辆车搭的辅助驾驶呢是猎鹰500，算是奇瑞品牌中第2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嘛，所以在功能上呢，其实你会感觉它是比较基础的，也是比较保守的。比如说这两天开高速的时候呢，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或者说前面有一些修路情况的时候呢，它经常会点刹，或者说直接给你退出。所以说，如果你用这台车的辅助驾驶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多注意路况就好了。那今天里程跑完了，一共跑了181公里。看一下它整个能耗跟昨天完全不一样，昨天呢是21，今天呢是9.3，差了1倍之多。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我们是从山下往山上开，而今天呢全是下山，所以呢这个能耗，对吧？你就看见很夸张。那平均下来算呢，我觉得能耗差不多是15到17万。然后再看一眼，刚刚我们全程高速回来，差不多开了100公里，高速呢限速100，所以呢均速62。这时候电耗呢13度不到一点，12.6，我觉得这个成绩应该也是一个很理想的成绩吧。接下来试试越野能力吧。看到我身后这条越野路线没有？等会儿呢，我们会开这辆 V23S 去里面感受一下它的越野性能。不过这种公路胎呢，它肯定不行啊，我们得换另一台车，得换这种胎。Ready go！ 开始了，前方呢是一个交叉轴，车头拉正之后，对吧？好，上去。好，现在我的看现在动力分配。慢慢踩，其实可以慢慢的过了。我去，其实可以看到它整个动力分配有个声音，对，咯咯咯的声音。然后我们再往前就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斜坡。其实这个路还有点湿滑的，先正着上去一点。OK， 这辆车离间隙还是挺高的啊。这个坡还挺高的，我感觉都看向天空了。好，先上。它的防滑一直在工作。教练，我是不是那个太歪了？对。正着上。那我半油。上来之后再打。对，没错。就这个。啊，其实刚刚油给小了。是吧？对，我刚刚其实只给了大概1/5的油，给一半油差不多了。因为看它动力太强了嘛，把一下冲出去。哇，前面这个车辙印是真的很深啊。但这辆车离间隙还挺高的，而且它底盘的电池防护还是做得挺足的。再往前，好，一个小斜坡，这个斜坡还是个砂石地，但是这辆车，对吧？挺稳，它不会自己往下滑。前方呢就快结束了，前方呢是一个小水潭，泥地，感觉车在里面挠。这应该不是刮地吧？对哦，碎石挠出来。稍微给点油，慢慢的，它的防滑其实蛮到位的。哎，慢慢的扭着就上来了。好的，前面就是开出去了。所以在越野这件事上，至少是轻度越野，我觉得这台车在川西或者说你到大西北完全没有问题。开了2天的 iCar 的 V23，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这辆车了。首先呢，你看这辆车的外观确实很吸引年轻人喜欢，据说买这辆车的人呢，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改装，这个拿捏了很多年轻人。那第二点，这车你说它配置和空间，我觉得我都能接受吧。而且这新款车型还改进了很多老款车型对于这台车的一个意见。在这新款上呢，还有个大升级，就是方向盘，它终于可以手动的往前后拉了。这个老款车主应该非常羡慕吧 ？iCar 真的很听劝。那为什么要出这个 S 呢？你说这么硬派一个外观，如果不能出去玩，不能出去越野，太可惜了。所以呢，它就推出了这个 S 版。那屏幕前你们会选择这样一台纯电车型去走川西甚至大西北的自驾游吗？